国内的食品安全这块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作为普通人，我暂且就不花时间去抱怨和指责，唯一能做并且又最实际的是有意识的去把控自己的饮食行为习惯。这个视频是应一位粉丝朋友的需求，介绍我回国这几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是5、6年的时间了，我是如何能够在平日的生活中保证自己的饮食营养健康，有没有做一些调整，我平时的方案是什么。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我给大家拆分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食品溯源，第二个就是科学的进食时间管理，第三个我把我平日的目前为止的饮食的整个方案做一个总结给大家。其实我有意识的对于健康饮食的关注是从我开始健身之后。很简单，当我整个人把自己定位为健身爱好者，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把自己的平时的饮食行为习惯还有那个睡眠都会匹配起来。过去我常做的一些简易午餐，这是我刚回国的时候在那个 StarHub 工作的时候，我平时从家里带过来的简易的午餐，保证有一部分的碳水、青菜、蛋白，有时候再配些坚果，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我的午餐。我晚上是不吃饭的，我晚上大概8点到9点是我去健身房的时间，在之前呢，我会带一根香蕉，补充一根香蕉就 OK 了，就不会去吃些其他的。这个简易午餐从它的外观上来看就很明显，它没有在一个锅里进行炒，鸡胸肉是我用烤箱烤的，然后米饭就是蒸一下，青菜呢就简单也是煮熟了，然后放点胡椒粉啊，放点盐，放一点点的那个橄榄油就 OK 了。这个是准备时间呢，是一般情况是我在周末的时候一次准备5份，每次上班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带过去1份，放在冰箱里也不会坏掉的。除了我准备简易的午餐之外，之前租的房子还有那个阳台，就方便我种菜。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源于我妈妈，我妈妈他们和我爸爸他们家里面有个小院子，他们就有种菜的习惯，也特别喜欢种菜，自己不打任何农药嘛。我呢当时也分享给我妈妈的成果，这些种子是我在就随便一个网上就可以买得到的，也是一次母女有共同的对话的话题互动的机会吧。除了自己种菜以外，我还自己在家里做面包。我是买的山姆的那种全麦面粉，那个面包机也是在山姆上买的，在家里面做这种新鲜的面包，全麦面包，保证呢我没有就是各种各样满足所谓味蕾的那种添加剂。然后父母会给我哥哥还有我，因为我们都住在上海嘛，给我们邮寄他们在自家小院里种植的青菜啊、水果啊，就吃起来比较放心嘛。过2周，他们小院那个葡萄也会成熟，也会寄给我们。我平时呢，只在山姆上面购买吃的东西，包括牛奶啊、各种各样的蔬菜啊、水果啊。这在我之前的很多视频中有提到过。我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信赖山姆这个品牌的，它的整个供应链啊，它的一个品控啊，因为有这份的信任，所以我可以大胆的在山姆上购买吃进肚子里面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对于健康要求高于口味的人，那么你比较很容易接受我这种淡淡的味道，但是营养、健康、安全的饮食习惯。当然。很多人我完全理解，包括我2个哥哥还有我爸爸，他们都是很爱美食的人，一有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就忍不住就会去尝。如果你属于这种爱好美食的人，可能就需要稍微有点意识，多花费些精力去兼顾你的均衡营养，克制营养过剩，减轻你的胃的负担。好，前面提到了食品质量本质的溯源，下一个我又提到一个科学进食时间管理。因为除了健康的饮食，除了我们熟悉的那种食材本身和烹饪方式外，其实进食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已经坚持5年多的饮食时间管理方案，名字就叫16+8，把你吃饭的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这是我在豆瓣上查的，
做一个参考看一下。是基本上有3个方案供大家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钟这个8个小时之内吃饭，或者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内进食，或者是对那种比较就贪睡的人，从中午12点然后到晚上8点，这是对于那种夜猫子型然后晚上比较喜欢熬夜的人可能比较适合一些。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属于那种早睡早起的型，所以呢我选择的是中间这个方案，就是从上午8点钟到下午4点钟这个进食时间。但我需要补充一点，因为我是晚上8点钟到9点钟进行助力训练，所以除了就是每日的2个鸡蛋的蛋白补充外，我会在训练的时候会带去一瓶有点蛋白粉冲剂，补充一下蛋白。在这个8个小时之内饮食的话，你即使你吃的很多，饭量很大，但是只要控制在这8个小时之内，其他的时间是给你的胃消化的食物的时间，给你的胃足够休息的时间。其实你不用担心你会变胖。其实这个16+8还是我大哥介绍给我的，我是感觉比较好奇。当时他说，你既然现在开始练起健身了，那么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16+8一个科学进食的时间，可能匹配你这个健身的习惯嘛，达到一个所谓的健身人士嘛。所以我当时是感觉比较好奇，然后就尝试一下，感觉对我来讲其实很轻松。因为我首先不是一个吃货，我是一个宁愿在吃的上面花的时间更少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容易把它养成了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感觉收益很大，无论是身体本身体脂率水平还是整个精神状态都感觉很轻松，都保持不错，也节约了很多时间用于就学习啊、工作啊或其他的事情。还有一个小小的题外话，虽然这个16+8是我大哥他给我推荐的，那个时候他之前也有去过健身房，花了很多钱报课，但是练了1年，属于那种急速瘦下来，但是属于那种并没有把健身这个持续稳定的做成一种习惯。练了1年之后就感觉受不了了，很累。从小他就特别爱吃的一个人，他现在每日晚上的饮食其实也很丰富啊，周末更不用说了，他控制不了自己食欲。逻辑上来讲，一方面可能就是他本身对于美食确实无法抗拒，很喜欢吃，这是无可厚非的。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是通过饮食这种方式来解压吧，然后工作可能压力各方面比较大，然后最近经济下行，然后我有听说他的年终奖金啊也减少了。所以我个人其实并不太强求，就大家如果你是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生活状态下，被迫的控制自己的饮食时间，那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饮食可能真的可以来缓解你的身心压力吧。所以如果是在你比较紧张的生存状态之下，你再被迫去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会给自己压力繁重的日常嘛，又添加了一种心理负担。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是慢慢来，太急了反而就是不容易形成一个习惯。就像我大哥一样，他太急于当时健身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减肥，花钱请了教练，1年下来确实瘦了很多，但是就过了1年之后他就坚持不下来了，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健身的人设，他仅仅只是通过健身来仅仅只是达到一个减肥效果而已，那并没有想过要把健身当成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啊，当成自己一个习惯爱好。所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这样才能长长久久，就是稳定的、持续的，慢慢养成一个个人的习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养成个人习惯的话，这被迫的，就像一份任务似的，你是很难持久的，并且你给你自己心里添加负担。一旦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就像你每天早晨起来要刷牙，睡觉之前要刷牙，每天1日3餐要吃饭，你这些你不觉得累，对吧？你也不会觉得到点了吃饭了，哎呀又要吃饭，然后有一个人还要提醒你，感觉又好像接受一份任务似的，没有这种。包括你早晨起来刷牙，你也没觉得很累，就一种习惯性，下意识去做那些事情。你把健身当成一种习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之后，你是体会不出来的，甚至于你在健身中也会得到很多源源不断的乐趣的。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通过这几年的16+8这个饮食时间
管理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身体的感知情况是怎样的。你可能会担心啊，晚上会不会饿呀？其实我在中午1点钟、2点钟吃了第2顿饭之后，基本上就不吃饭了，一直到晚上10点钟睡觉之前是全部是空腹状态。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饥饿感，即便是我做多少的脑力劳动都没有任何饥饿感，所以我得到了一个自身感知的一个艺术，然后分享给大家，就非常直观的，也不是在网上看的，就是我个人感觉。通过减少自己的吃饭时间，有时候那个微微饥饿感，比方说我已经到了下午6点钟、7点钟、8点钟，稍微有那么微微的饥饿感的时候，其实头脑是更清醒的。其实你自己应该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每次中午如果饱餐一顿吃的特别多的时候，你的味蕾是很满意什么的，但是你的胃的负担其实它已经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它其实很累的，你整个人头脑也是昏昏沉沉的，也是不清醒的。有时候那个稍微一点点的饥饿感，其实对你大脑更加有利，其实对你整个身体整个健康情况其实是一个良好的正面的一个刺激作用。16+8结合我本身的健身的习惯，这整个就是塑形啊减脂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并没有强行的去减脂啊减肥啊，我从来就没有说我要去减肥，我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在8个小时之内，就整个人很轻松，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好，最后一个板块来到就是我每日的吃饭的场景，我的整个具体的方案。过去几年，我刚回国的那几年都是自己做饭啊，包括在国外的时候也都是自己做饭。我很少在外面聚餐，除非是和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啊聚餐，我自己是很少在外面吃的。这个习惯一直养成到现在，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三明治一直是我的最爱，我觉得它非常便捷，做起来也非常省事，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嘛。这也是受到我将近大概因为我是8、9年的时间在荷兰嘛，生活工作，然后受到荷兰这个饮食习惯的影响，整个欧洲的饮食习惯影响，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基本上是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和他们融入一体的。什么样的人就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嘛，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基本上就跟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都很相似。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比较亲近的朋友。然后最近是说实话，最近几个月我时间精力分配到自己准备自己的每日的午餐上面的时间很少，尽管我在午餐上花费时间确实很少，因为我又不炒菜，其实我做的很简单，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外包。这个外包加引号，外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就在外面吃了。早餐是在自己家里面吃，因为早餐其实很简单，我的早餐煮点粥，各种各样的杂粮，各种各样的豆子，黄豆啊、红豆啊、黑豆啊、小黄米啊，一个粥再蒸1到2个鸡蛋，或者是再加一个红薯或南瓜，这就是我的早餐。有点偏碳水，是有点杂粮，又能够促进你的肠胃蠕动啊、消化。早餐是这样安排的，而我的午餐呢，是无论是我的工作地点公司附近也好，还是我现在的生活区也好，就在那个社区食堂。因为我现在是居住在那个上海徐汇区，有很多这种社区食堂很不错的，就比方说这个社区食堂是离我的健身房最近，然后也旁边有个图书馆，还有离我工作的上班的公司也比较近。它主要是面向当地的社区居民嘛，所以它整个食材至少是合格的。除了合格，吃起来其实做的味道还是不错的。这样看起来其实是相较于我之前自己做的简易的所谓的减脂餐，好像油比较多一些，因为它这是炒的加些油，但是不打紧，因为我还是把饮食控制在一个8个小时之内嘛，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在社区吃饭是和社区的居民一起吃饭，其实有时候还蛮有趣的，融入到这样一个小圈子里。再加上我在国内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做那种银发经济赛道嘛，这个之后会慢慢的和大家一点点的讲的。好了，在视频的最后，我也欢迎大家各种各样的建议，你们想听的话题，请给我视频的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